案子看似已经破案，明明就已经抓到犯人了，而且凶嫌也认罪，并遭判死刑。那为什么在30年后竟然逆转宣判无罪呢？整个调查经过看似合理，却又处处透露着疑点。如果第一个嫌犯傲负悬二，没有以极端的方式自证清白，那会不会遭判处死刑的就不是石川了呢？大家好，我是佳佳。上集我们说到，警方抓到的凶手石川，在得知自己被判死刑之后，竟马上推翻证词，表示自己是被警方逼供，而所谓的证物也被人指出涉嫌伪造，并且一度绝食抗议，以示清白。那为什么这个案件在日本会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呢？主要是因为当时日本有着阶级制度，最尊贵的就是天皇，就像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再来就是贵族，然后就是将军，接着是大名，也就是大地主，再来是武士，然后是平民，也就是农民，依序是工匠，然后商人，而最底层连写都写不下去的等级，就是部落民祖先所在的阶级。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为会多和非人。会多是指从事佛教和道教里不洁职业的人，主要是与血腥死亡有关联，像是屠夫或是清扫神社内污秽及动物尸体的下级神官。非人则是从事不正经工作的人，譬如小丑、演员、乞丐、流浪者等等。这些人被认为是下等民，有一个通俗的叫法，就是贱民。而石川就是当时日本封建社会阶级中最低级的被差别部落居民，就是当时俗称的贱民。在当时被警方盯上的养猪场，从经营者到员工就是清一色的部落民。在那个时，每一个人只要讲起那间养猪场，通常都是这样的语气，那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小偷跟暴力犯，也就是反正出了什么坏事，就是那些人做的。值得一提的是，埼玉县霞山市在当时正是贫富悬殊、歧视最为典型的地区之一。所以当一个富家少女奸杀案发生之后，又加上警察在短时间内2宗案件都被犯人逃逸，警方的名声大挫，因此面临的压力还有急于破案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在当时，社会上有些人开始质疑警方为了迅速破案而伪造证据，找来了社会中弱智的部落民当成代罪羔羊，屈打成招，像是跳井自证清白的第一个嫌疑人傲负悬二，还有被判定为凶手的第2个嫌疑人石川一雄，都是养猪场的雇员，他们的血统出身都是部落民。在了解刚刚所说的这些时空背景之后，我们再来说说看似水落石出的案情到底出现了哪些疑点。疑点1，证物的可信度。勒索性笔迹。在勒索信中使用汉字较多，而石川一雄是初中都没有念完的中辍生，文化水平非常的低，平常写字也很少用到汉字。笔迹经过比对之后，警方给出的结论是和勒索信的字相近。第2点，脚踏车的橡胶带。警方在石川家搜出了一条脚踏车橡胶带，给出的结论是和死者脚踏车使用的橡胶带近似。不过说真的，在当时的社会，每一台脚踏车的橡胶带也差不多长这样，而且没有证据可以确认这个零件来自死者的单车。第3点，钢笔。根据石川一雄提供的地点，警察找到一支被认为是死者中田善之所持有的钢笔。因为警方认为只有凶手才会知道死者的遗物在哪里，因此这支钢笔被视为铁证之一。
但之后经过仔细的核查，发现死者当天在学校用的钢笔写的字为浅蓝色，而警方找到的这支钢笔里面的墨水却是深蓝色。第4点，手表。警方在石川义雄所提供的地点还找到了一只西铁成牌的手表，同样被警方认为是属于死者的，同样也视为铁证之一。但之后经过核实发现呢，这只手表和死者所戴的手表型号系列其实不相同，而且事隔13年之后，直到1976年的秋天，终于查明这只手表不属于死者的，而是属于死者的姐姐，也就是拿赎金去和歹徒见面的中田美惠所拥有。1.2 供词的可信度。当石川得知一审被判处死刑之后，突然就全盘翻供了。他说自己之前招认呢，全部都是警方的逼供跟栽赃，而他是早在警方从他家找到相对脚印的胶鞋时，就落入了警方的圈套。他说当收屋的警察将胶鞋拿给他看时，并质问他说，这是不是你的鞋？石川义雄表示那双鞋是他哥哥的，于是警方就说那凶手就是你哥哥咯。由于受审时间长达1个月，石川义雄受不了严刑拷打，所以承认罪名。后来根据石川义雄翻供的自述，他说最初认罪是因为有2个原因。第一个，他当时因为打架斗殴等罪名被逮捕，警方诱供的说辞是你坦白认罪就坐个10年牢，不坦白不认罪你也要坐10年牢，所以赶紧认一认吧，大家都省事。第二点是，当他还在考虑的时候，警方马上又补充说，你不认罪可以啊，那就抓你的哥哥，因为那双鞋是你哥哥的，所以凶手有可能就是你哥哥。石川义雄说，他们全家上下老老少少共有7个人，家境贫困潦倒，全家每天的收入只够给一家7口人买6份挂面。因为处在一个看不见未来的家庭里，石川义雄长期游手好闲，不怎么回家，而他的哥哥是全家唯一的劳动力和经济来源，所以他说不能让哥哥被冤枉抓走。从这个层面来看，确实无法排除石川义雄具有保全他哥哥而自我顶罪的动机。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石川义雄在还没有认罪的审讯初期，曾经编造过自己的不在场证明。他声称呢，自己在案发当天一直在外面工作，直到下午的4点才回到家中。经过查证之后呢，发现这是一个谎话。当天他并没有外出工作的证明，而且他说自己在下午4点结束工作，和死者遇害的时间非常接近，这刚好说明他可能并不知道死者的死亡时间，因为验尸报告指出中田死亡的时间是4点20分左右。如果是凶手，而且这个不在场证明又是假的，照理说他应该会避开这个死亡时间。1.3 相关人证的离奇死亡。霞山事件最迷离也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就是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从凶手被判处死刑之后，有很长的时间里，和这个案件呢有关的人员竟然陆陆续续的失踪跟死亡，而且死因全部离奇不明。大致的统计有这些：1963年5月6号，第一个嫌疑人奥富选二跳井自证清白。1963年5月11号，曾主动向警方提供目击情报的路人田中生，竟然用刀刺入心脏而亡，但为何刺入原因不明。1963年5月，石川义雄曾说与自己共同犯案的养猪场工人某某某，此人之后失去了行踪，而且一直没有人找到，直到现在。1964年3月18号，曾陪死者姐姐中田美惠去交付赎金地点的朋友教育振兴会会长脑出血死亡。1964年7月14号，
死者的姐姐中田美惠喝下杀虫剂拜拜，生前所写的日记被家人称为无法想象的内容，但家人不愿意公开。1966年10月24号，养猪场经营者的哥哥意外被火车碾死，而且当天的车站日记当中，竟然有一部分被人为销毁。1967年2月14号，发现其中一件证物的发现者83岁的男子死亡。1968年的1月28号，侦查此案的检察官脑出血死亡。再来就是1970年的12月25日，曾经负责案件进行医学检验的特约医生，也曾在石川绝食期间为他诊治，后来失踪许久，被人发现时死在一艘停泊在泰国港口的船内。1977年10月4号，死者的哥哥中田健治，也就是开车去寻找失踪妹妹的哥哥，在家中悬梁选择拜拜，身边留下了书信，写着我不想再被家庭还有社会紧紧捆绑了。1977年12月21号，曾经锲而不舍追踪报道霞山事件的记者片桐君二出车祸身亡。疑点4呢，迷雾中的隐藏人物。我们在上一集曾经说过，案发当天，受害者中田善之在放学后曾告诉他的同学，家人为他准备了生日晚宴，所以他要提早回家。但事后经过查证中田善之的家人在当天呢，并没有帮小女儿过生日的打算。而且有目击证人声称，当天下午不到4点左右，曾经看到中田善之呢在路上，但是目击的地点却是从学校到回家途中的反方向，而且那个时候中田善之看上去呢好像在等人一样。另外，根据尸检结果，死者除了后脑的钝器伤跟脖子的勒痕，身上几乎没有其他挣扎性创伤。在案件调查的期间也有人提出死者和侵害者也许是认识的推论。但死者究竟在等谁？16岁生日对一个即将成为小大人的女生来说是重要的一天，既然家人没有想过为她庆生，而她谎称家人要帮她庆生，是不是代表她把这重要的一天留给一个重要的人？这个重要的人是谁？除了我们所说的疑点之外，还有刚刚和大家说的案件相关人相继的死亡和失踪。除了这些奇怪的事，其实还有一些参与这个案件的调查及审判人员也曾遭到过威胁跟袭击。譬如1977年8月，负责此案的高等法院调查官家中被人放置了定时炸弹。1977年9月，有一辆燃烧的汽车冲撞关押着石川义雄的东京拘留所，这感觉就像是有什么人在阻挡案件的侦办跟调查，而且似乎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不低，并且呢不是一位能随意曝光的人。而石川这些部落民更像是用来掩饰真正犯罪人的替罪羔羊。说到这里，是不是很为这些部落民打抱不平？那到底石川在这个案件中是扮演什么角色？和案件是否有关系？而最后又是什么机缘让他从死刑犯变成无罪释放？还有，为什么和这个案件相关的人都离奇死亡？是不是有什么力量在背后操控着这一切？下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迎来结局，并且和大家说明可能的犯罪经过和人物关系。再次谢谢大家的订阅跟收看，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记得帮佳佳按下订阅跟分享哦。同时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提醒，您的善良举动会给佳佳大大的鼓励跟支持。最近刚刚成立了频道的粉丝专页，请搜寻宠妃佳佳，欢迎大家上脸书 Facebook 帮忙点赞冲冲人气。再次谢谢你们的爱护，我们下周见，拜拜。